谢。快坐，一会儿你们那墩儿丢了。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对。那个，为什么每次一说完定场诗，你们都能接上来下句呢？教的好。哎，大哥说的对，说我教的好啊。好吧，您能记住定场诗，这让我就很开心。这就跟唱戏似的，哎，弄一出戏完事之后，有人觉得你这挺好，哎，其中有一段我们还愿意跟着唱，你这就叫成功啊！费这么大劲，花多少钱排一戏，演一场就搁在那儿了，打这起这个世纪都不会有人再提，你看这就瞎耽误功夫。各位喜欢定场诗挺好，但定场诗不能说的太多，会让人笑话的。这个每次一说书啊，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打这桌子往外一走，我就觉得完了，我的领地呀，就这几尺，这是归我负责的啊。出了桌子，你们说了算。挺爱干这行的，这无穷的乐趣，真的。你哪怕说哈，外国有几个国家给我让我当皇上去，也没有，反正是。说书啊，谈古论今，过去讲话这叫坐谈今古。当然，过去人家说书也跟现在不一样。过去呢，说书先生一年在北京，比如说说4个茶馆也就够了，3月一块地。啊，南城找一茶馆，大年初一开始说吧，说3月换北城了，3个月一倒，3个月一轮回，一年呢有这么4个茶馆就干起来了。而且有的茶馆呢还愿意给先生多拿钱，为了让您上我们这儿说书来，我们这儿提前给您一笔钱。有的你看头天的钱先生都自个儿拿着，最后一天说完之后，这明儿换地儿了，这钱人家茶馆不跟您下账。一般来说3、7、4、6、2、8，还有的那个先生太好了，茶馆不要钱，这都是您的。那茶馆指什么挣钱呢？茶水瓜子啊，不比您说书挣的少啊，那很厉害。当然这就是凭能力了。还有的说书呢，就是说板凳头。什么叫板凳头呢？先生说书2点开书，您那个能耐2点开书不行，没人答应，怎么办呢？你12点半说，有愿意听的就听，不听拉倒，这叫板凳头。过去说书是这个样子啊，挺好。现在也很少有这种个小茶馆。我们小时候说书跟人先生上茶馆，那屋都没多大，有的坐30人、20人就不错了，这挺好。那会儿说相声也是，我小的时候想象中说相声就是那样的一个屋子，坐个200人、300人就了不得了。后来我们这相声越说越热闹了，场地越说越大了。我见过最大的场子就是体育场坐10万人，那是迄今为止我演过最大的一个场。后来我是再也不干这个，观众跟我谁也看不见谁。体育场的不是体育馆啊，体育馆的房子有盖儿，体育场没盖儿。这头一排离着我好几站地，黑压压谁看不见谁。而且这声音它有过程啊，我这一说完了传到他那儿去，头句话他到耳朵，我这第3句都出口了。关键我这说着还听这声音壮，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不够添乱的。当然了，就说有屋顶子的，
我们也演过，最多的像比如上海，大概是两万多人，2万多人。北京演过五棵松，大概也是1万4、5，还差不多啊。观众也是真捧，其实坐后头确实看不见。500人以内的这种剧场，其实是为了演员自己高兴。我能看得见你们，你们瞧得见我。小节骨眼儿、表情动作，俩演员说相声的互相逗着玩，观众看得见，咱们这是其乐融融的状态。你真1万5、2800，这您坐后头瞧不见我。有时候那个嘴欠的说相声还得问人家是没钱买头里的吗？有时候他们跟我聊天，说这个没事不愿意出去个旅游吗？看看大好河山。我说我打12就天天看大好河山，满处去这儿演那儿演。你要说旅游已经打动不了我了，无论到哪儿去，一落地到酒店我就不再出来了，然后跟酒店里写点东西听听戏，睡到转天。中午起床之后，早先呢中午还愿意跟孩子们一块外边吃，所谓外边吃就酒店里头，那就叫外边吃了。到现在越来越懒，就头天您怎么着？我说中午比如说给我来一炒饭，来一焖饼，或者此地什么烙饼摊鸡蛋好，来一这个。屋里不有泡面吗？你再给我来点榨菜，这就是我丰盛的午餐了，我就够了。吃完之后下午再躺一会儿，顶个4、5点钟，你们接我下后台就行了。演完回来一睡觉，转天给我送机场，我就回去了。这就是我出去演出。我不像他们，您于老师到哪儿去？过去逛逛花鸟鱼虫市场啊，古玩市场古玩市场买点工艺品什么的你高峰高老师无论到哪儿演出，逛逛动物园，看看狮子老虎，这是斑马看看，这是挺好。有时候我愿意让他去，我这弥补一下童年我对他也没带他逛过动物园那些年，也长大了，愿意逛逛就逛逛吧，就挺好的出门倒是也长见识。我之前我在台上说相声，我还跟大伙聊，我说你们是不知道，就这些年在外头，我们发生了些个事情，见那个各式各样的演出方交那个不同的朋友。我上银川演出，真把我感动坏了。落地之后，人家主办方拿车接着我们，郭老师走，带您吃饭去，请团队我说好，别太复杂，不，但一定是最高规则我说好，开车。我说吃半天还没到，我说咱吃什么去？您到这儿，请您吃海鲜。我说大哥，我说你看路边卖羊杂碎那摊儿了吗？你给我撂到那儿就挺好。我跑到银川吃海鲜来，说我们这是发自肺腑。我说大哥，我知道，就人家实在，他觉得吃海鲜就得多好，他可不知道我天津人，我刚打海边来，我跑到银川吃海鲜去了，这让人很感动。我说你不用这么费劲，就是你们吃什么，那个什么面条就你们那个烧饼那就行了羊杂碎这个我来买，我就很好了，就如同我过生日了。你可千万别弄那个，好家伙，弄一桌金碧辉煌摆什么冒着冷烟那个，咱别费那劲我说我可好养活了就说跟说笑话似的，人家还觉得怕不合适，但对咱来说，咱不是那么想咱哪能那样去？当然也有比如说当初20年前我们头一次做山西商演，山西那几位妾爹也把我弄着了。我祖籍是山西，我们家是明朝弘治11年由打山西迁出来的，山西汾阳，我祖籍是那儿，明朝当然现在也没有什么亲戚在那儿住了，对不上号了那回把我气乐了那哥们可能也是没怎么干过这个，我印象特别深。我说你弄点水喝呀，好，他出去了，半天拿进来了，拿3瓶水，矿泉水，因为一般到哪儿演出就说要点水，最起码1包1包矿泉水，对吧？这怎么2瓶3瓶？后来有人告诉我，您别喝碳水他外边找了半瓶给你兑的，兑完之后拿进来
他告诉我别浪费，别浪费，不能这样，别浪费啊，对吧？我记得特别清楚，当天晚上到了就10点11点了，接我们吃饭去。我说那个千万别麻烦啊，我说刀削面，这不是刀削面好吗？吃点面。我就记得他那脸上都乐开花了。好。后来我经纪人跟我说，我那经纪人王海，你跟他说什么了？我说我跟他说要吃碗面，他上后厨了，告诉了什么炒菜都不要，就吃面。啊，我说我没说别的，弄点凉菜什么也行。我说我就差着，对，他就说去了，他肉的一概不要。啊，我说那你说怎么弄啊这玩意儿？我当年这都是真事儿啊，你哪说理去？啊，有机会再给你们细念叨吧，不能老说这个了啊。汉末江山，国运轻微，啊，大汉江山就如同啊半瓶半瓶的矿泉水。正怼过啊，出事儿了吗？出事儿了。现如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何进。何进说：“这个天下怎么办？”有个叫袁绍的，袁绍袁本初，那可是了不起的呀，名门望族，家里边出了好几位4世3公，大身份的人。袁绍出的主意，召天下的英雄，各路豪杰进京来，一起铲除这些个权阉，叫人来帮着一块儿把宦官杀了。这主意其实挺次的啊，挺次的。但是何进觉得对，因为何进的这个知识面啊，一直停留在杀猪那儿，词儿一个词儿一个。他觉得这个对痛快呀，对不对？而且他想这个很好，他们来了，大伙儿帮着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事儿，以后传出去这是大家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这个人有的时候就往好处想，啊，你包括我们做节目，包括有时候你看我们拍戏呀，我们有自己的影视团队，哎，郭老师您看我们最近写这电影剧本或这电视剧，您看这个哈，观众看完之后如何怎样怎样。我说你爱不爱？我太爱了。我说你问人家了吗？对不对？做节目、写戏、弄相声，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让你替观众点菜。你爱吃那管什么呀？爱吃回家吃去，人家吃不吃啊？对不对？这很重要，就跟录评书似的，对吧？你要问我，我可能就录个神鬼妖狐，对吧？郭德纲讲鬼故事，录这个好天马行空，一说不是痛快。那人优酷说了，那要三国，那怎么办呢？那么些钱都摆着了，是不是？咱不用说什么做生意不做生意，这人之常情，对吧？你那个犯哪门子倔强啊？是不是？没有意义。何进就犯这浑，啊，这太好了，他想的都是好的。每一个失败的人在干事之前想的都是好的，对吧？那您说，那拍电影的，1个亿、2个亿、3个亿拍的，到最后一卖4块钱、6块钱，他哪个戏拍之前不得开2年的会啊？请专家，请明白人，请大文豪，天天坐一块喝着酒聊天，分析剧本，探讨这句话，研究时代背景，商量这个电影上映之后的观众情绪。你们这3年花了好几个亿，拍完之后卖6块钱，怨谁啊？那就是你们光往好处想，不怨别人，怨你自己，这是最重要一点。哎，而且呢，他这次找天下找的最不应该的这些英雄里边，他不该找这个董卓。董卓是西凉刺史啊，各位，我不知您哪位熟悉三国，可能您看过电视剧啊，看过京剧什么的。董卓是一个大奸臣的形象出现，啊，脑满肠肥啊，吃吃喝喝。这只是脸谱化的一个片面的说法，其实董卓是个人物。董卓是这个甘肃岷县那边的人，他是那儿的人。他家住这个地儿啊，
挨着那个什么羌人那个少数民族的地儿很近。他们家本身呢还挺有钱，这主儿从小好打架，好练两下子，骑着马，说拿这弓箭，据说左右开弓。他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大傻胖子，他不是啊，而且两膀一晃千斤之力，那是个人物。你想，他就在甘肃当地，他跟那些少数游牧民族们玩得特别好，就那些个人拿他当神仙一样，是这么一个主啊，心狠手辣，而且会交朋友。只要那些个游牧民族的人上这儿来，他看就好，好好的招待，杀自个儿家里边耕田的牛给人吃，来多少全杀。到最后那个头目一看太感动了，家里边牛都没剩多少，回去之后给他送了1000头牛，就臣服于他啊，就说他这人是这份的，我们愿意跟他交心。所以说他是最厉害的一股潜在的势力，关键他还有野心呢，这就要了命了。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叫他进京啊。那怎么办呢？密诏已经来了，密诏，就是以皇上的这个名义也好，朝廷的名义也好，其实是何进写的，那不是公开的那种告示。那意思就是现在朝里边时常事，祸乱宫闱，这个不对那不对，国家兴亡需要你进京来除贼，你带着兵上这儿来，把这事儿弄了，为国效力。密诏，这东西来了，董卓乐得都不行了，高兴，好家伙，乐得都说普通话了，太开心了啊！好，我得去啊！我带兵要进京，带多少呢？20万，大兵20万进京。但是人家董卓身边呢，也有那些个有文化的谋士，他现在是西凉刺史啊，他不是说家门口跟少数民族打架那个傻胖子，他不是，有文化人，大伙儿也得商量这事儿。咱们带20万兵，这就要进京了，咱这个事儿怎么办？大伙儿一商量，咱们呢，活鱼不能摔死卖，这是句老话。活鱼嘣了巴了吧，这多好啊！你怕把它摔死再卖，你犯不上。对咱们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不是一封密诏吗？咱把它挑明了，上奏天子，下对万民，让皇上也得知道知道，让老百姓也得知道知道。现如今是皇上叫我来的，奉诏进京，清君侧。我这个名儿跟你们不一样，我清君侧，君王身边有坏人，这个就行了。为什么呢？名正言顺呢。你说我奉密诏偷偷摸摸来，半道碰见巡逻了，问我说什么呀？这就不一样了。好家伙，对外一亮这个旗号，奉皇王招请，进京勤王，帮皇上打仗，剪除身边这些个宦官。列位啊，就这个动机就值一热搜，那还不快吗？啊，当天这儿一发兵，紧跟着全世界都知道了。哎呀，董卓进京了。因为当时其实不光是董卓一家，何进给好几位都写了这个了。你也来啊，你也得来啊，咱们都来啊。但是这里边影响最大的，董卓，他的势力最大啊。这个消息就传开了，你朝里边时常事那个一坏了，董卓喜提热搜啊。阿卓来了，我们怎么办？对吧？这个就是斗争啊，这还不是简简单单，不是说几个说相声坐在屋里串闲话，咱们给谁造谣吧，咱们上哪儿汇报去吧，那不是那搁一块值不了3毛钱，这是家国大事啊。董卓要来了，他来了咱们怎么办？
董卓那是豺狼心性啊，对吧？现如今，咱们从根儿上说，谁叫他来的？那还用说吗？何进叫他来的。好，杀何进。咱们说了好几期要杀何进了，啊，看来何进是活不过这一集了。这个做货做到头了，他其实有好几百种不死的方法，他有好多方法让自个儿名垂青史、耀武扬威啊，他都行，但他偏偏摘了一个一定要死得很惨的道，这就是他的命了。宦官们得商量啊，怎么办？他们现在把何进杀了，说董卓来不来，咱们死不死是另一回事儿，咱眼巴前儿你得先死。老话说得好嘛，对吧？你不让我好死，我也不让你好拖上。啊，咱们来吧，啊，商量吧，商量杀何进，怎么杀？说上家杀去那不现实，天下兵在他手里攥着呢，咱上他那儿去，你来，咱弄死你，那不像话。就得把他诓到宫里头来，找谁呢？找他妹妹何皇后。皇后坐在那儿正下午茶呢，啊，跟前坐着几个姐们儿啊，喝茶吃蛋糕。你那包多少钱买的呀？啊，我这个上当了，150啊。他们愣说是假的，说不值1400，废话啊，就类似这样吧。哎呀，这喝着茶呢，这几位宦官进来了啊，进来把帽子一摘，都跪在那儿了啊。那个影帝附体。哭吧，哎呀，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没有胸毛也有腿毛啊，哎呀，没有腿毛也有牢骚，哎，这说点这个话。皇后得问呐，怎么的了呀？快起来吧，几位啊！这站起来了啊！您救命吧！我们这怎么回事？你说说吧。是啊，闻听人言，由于我们的一些个错误。何进何大将军要杀我们，没别的啊，您多救救我们吧。要，你们都犯什么错误了呀？是我这个，我随地吐痰了啊，我做饭咸了啊，我见谁没鞠躬，就说点这闲话呗，啊，所以说这个他要杀我们，您救命。在何皇后这儿，他觉得他们是好人。因为在历次的宫廷斗争里边啊，宦官帮过他，所以他觉得跟他们团结一块儿是挺好。到今天这个状态下，他更觉得天下无忧了。儿子是皇帝，他有什么可怕的？董太后那一支全清了，从上到下连 DNA 全清干净了，有什么可怕的呀？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不叫事儿，你们别害怕。不是您说不害怕不行啊，我们这害怕的不行的了。那你们说怎么办呢？那个，我们想跟大将军认个错，跟他道歉，说一声我有罪啊，我忏悔，我不对啊。哦，那你们去吧，我们不能去啊，我们去了那不得让他把我们剁碎了吗？是不是啊？那怎么着呢？请娘娘传旨。请大将军到宫中来，同着您老人家，我们给他跪下，央求他老人家饶恕我等。这就是诓人嘛，啊！要换别人呢，不会相信的。何皇后也是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天下是我们的，对吧？我儿子现在是皇上。我哥哥这么厉害，这几个求情来了，不叫事儿，不叫事儿。行，你甭管了，啊，我叫他来，你们那个多磕头，少说话。是，谢娘娘，谢娘娘，高兴。这旨就传下来了，传到何进的府里边。何进跟前人多着呢，一听这下，当一下子炸庙了，这是玩谁呢？这是，啊！太拿我们当缺心眼儿的了，
大将军，你看他们这个事儿。何进乐了，哈哈哈哈哈！我去。这个没有办法，各位，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人到了这会儿，这个词儿就得他说啊。我去，我去，太棒！我妹妹想我了啊，我妹想我了。这一屋人都傻了啊。这袁绍眉毛都拧起来，你去，这分明是定下了框架之计呀！此一去，凶多吉少啊！这玩意儿比鸿门宴还闷，比鸿门宴还红，还艳啊！要劝他，不听，必须要去。我跟我妹妹手足情长，我一定要去看一看他。哪怕是最后一面，曹操也在旁边呢。将军，倘若是按照皇后说的，见一见识常事，有些个话能讲开了，有疙瘩卸开的话，您这样，请识常事出来，约他们到外边来，咱们见好不好？曹操灵啊！为什么说曹操聪明啊？一代奸雄啊！他想的就是不一样。你的目的不是见面道歉吗？你出来，咱外边道歉，找一饭馆或者哪儿，不挺好吗？你不能去。何进想了想，去，我等不了了，我必须要去啊！要去，就要去。这些人啊，大眼瞪小眼儿啊。何进也觉得不合适啊。众位，何人愿意保驾前往啊？谁跟我一块儿去？袁绍站起来了，本初愿往。袁绍叫袁本初啊，我愿意跟您去。好，选了俩人，一个是袁绍，一个是曹操。点齐了御林军1000人，打这儿出来，坐着车。这个何进没骑马，身份够啊，哎，坐着车，哎，嘟，坐一三蹦子，啊，身旁边左右，这边是曹操，这边是袁绍，骑着马。盔甲铠胄全套了，带着1000御林军，这俩人保着他。何将军到了宫门那儿啊，请您万万的多听我二人一句话，有我们保着您，料也无妨。好。说话的功夫，就到了宫门这儿，车停住了，何进从车上下来。往宫门这儿走，曹操、袁绍也下马，身后是1000御林军。走到宫门这儿了，有几个小太监迎接大将军。罢了，啊，皇后娘娘有旨，单请您一人入宫。这是那些人别进。就是您一人进宫。曹操看了一眼袁绍，哥俩一对眼睛，心说怎么样？这里边就是有问题。哎呀，进去了。俩人一对眼神的功夫，何进进去了。啊。走到里头还回头，那意思你们多保重吧。这两位就傻了呀！哎，不是，哎，你想啊，皇宫内院进去可不就看不见了呗？这怎么办呢？而且现在这状态不能擅闯宫门呐。你要说跟着何进，你们进去就进去了。单纯你们俩人带着说1000人往里边冲，这不行，这算造反。这怎么办？哎呀，你看我，我看你，
等着吧。真着急呀！等来等去的，就好像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了。俩人喘了口气心说这算差不多了。来呀，把车顺过来，把何进的车顺过来了。曹孟德冲着这墙里边喊：“将军，天色不早，该回府了，请将军上车。”袁绍也喊：“请将军上车。”连说了好几句，就听见里边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紧跟着里边有人搭了一声：“何将军出来了！”日啪，顺着墙头，何将军出来了，脑袋出来了，身子没有，啪啦一下子，人头落地。袁绍就愣了曹操一看，果不其然，让我们两个人言中了。本初，孟德，咱们怎么办？还怎么办呢？来呀，众将官杀进皇城！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不给，反对无效。听说是不是很快乐？那好吧，那我继续努力啊！我也挺爱干这个的干别的也不行。你让我摆个摊卖东西，我数学又不灵，是吧？想了又想，我可能就这个命数学家、科学家人也不差我一个给人当太太又是男的真的别的也不成去，你这玩意儿开个酒吧我也坚持不下来，到12点就困是不是？卖早点又起不来，实在是废物谢谢您各位给我这么一个机会当然也得谢谢优酷，也是有钱没地儿花了他们。这回这合作很愉快然后初步计划是先录4套书这三国是头一套录看看后边大伙儿还喜欢听什么喜欢听什么你们就告诉我，然后我挑一个我喜欢的这个玩意儿非得是我先喜欢，然后才能把它说好。你要说命题作文那就完了，你非给我来一故事，孙家庄的故事，这个玩意儿对吧？大王庄的轶事，这就差着了。他非得是我觉得有意思，天下事都是如此，成功者都是由兴趣上所来，就跟说相声似的。那么好多人，你看我们这孩子一个可贫了，没大没小也不爱上学，上你们那儿去吧，你赶紧弄走好家伙，又不会说话，又没个人缘，凭什么我们这儿收容所呀？我们得要好的呀，好的来到这儿都未必学得出来呀，难就难在这儿了现在有时候回头一想，我觉得这一路这几十年走过来，祖师爷待我不薄，真的给我提供了好多的学习的机会。我小时候学说书那会儿什么天津的老前辈们还都健在。我后来想了想，我几岁的时候，7、8岁、8、9岁那会儿，那个老头们岁数大了都80多了年轻的也60、70。每周他们有一天在鞍山西道那儿说书的高祥凯先生家有一大聚会，天津所有的说书的唱西河大鼓的这老头老太太们在那有一大聚会，就我一小孩给他们续水递个瓜子儿坐边听他们聊天后来我想了想，这真是祖师爷愣让我吃这个呀
啊，你那些个老头老太太一辈子说书的经验，你现在说你提哪位，那都是这行里边了不起的大英雄啊，哪那么容易让你天天坐那儿听他们说闲白啊，讲这些个书怎么着？那可真是的。回头一想，啊，很感慨，很感慨。包括说相声，就这些年一步一步的，挺好。那一个人能够把兴趣和工作合在一起，我很知足。那你说钢厂的工人就这么愿意炼钢啊？纺织女工就喜欢纺织啊？工作嘛，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但如果恰恰你又喜欢纺织，你又是个纺织女工，那就另一回事啊。高兴嘛，说相声、说书、唱戏都是如此。我们见过好多那个有时候唱戏的演员聊天也是，他说我不爱，我实在是我不爱，你别看我台上好也是技术工种啊，我退休了我就不干这，我可熬出来了。你说那怎么办呢？对吧？但恰恰他又爱这个，他又拿这当饭，他一定会好啊，这是错不了的啊。我有时候老爱想我们小时候那些个说相声的老前辈啊，说书的老头们啊，要是能活到现在，给他们都接出来录一些个资料，留一些个视频什么的，也得多棒啊！真有那高人呢。也可惜那会儿哪有这些个先进的设备啊？没有啊，当年那会儿连 MP1 都没有啊。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印象很深，我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那会儿稍微日子好一点点，我们在北京还接了好多天津的相声老前辈，啊，接着北京在中和戏院那儿连着演了多少场，就看着他们我就挺高兴的，这是我记得之前还跟您各位聊天说我们说相声有好人啊，有好先生，你比如说冯宝华先生，这都是那会儿。有人知道冯宝华先生吗？呵，罢了，这不是骗我哈？为什么总是你一个人知道？我记得之前聊白全福先生也是他那儿，我知道啊，你真知道啊？那个保安让他出去，知道太多，一会儿词儿一个给你。冯宝华先生是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他老人家是拜的马桂元先生，马桂元先生是马三立先生的大哥，他老人家是那一阵儿的，捧逗都好，特别和善，特别善良，瘦，刀条子脸儿那老爷子，在中和戏院演出的时候，他从天津来，每次都到鲜鱼口去喝炒肝去。喜欢喝炒肝什么的，就老北京的做派，特别可爱的老头。有不会的一问，马上就告诉。我印象很深，就是那一法老先生好多还净是保守的了，不愿意告诉你，但是他没有，这个让人很敬佩。你看我有一段相声叫《卖布头》，听过哈？卖布头里边前面要有这个学叫卖，其中我有一个那个学炸油条的，记得吗？过去说炸油条的吆喝，炸了个圈，圈里套着杆，木莲僧就木到西天，打开了丰都城。这段听过吧？这就是冯宝华先生教我的。我在后台，他还主动叫我，那个你会不会啊？我说什么呀，师爷？他就来了一遍，我听了听，我说对吗？好，你再来一遍，给我说了说。我说谢谢师爷，这不叫什么，不叫什么。他主动上赶着给你说，就这个好先生。反正我见的也不多啊，就这个好老头太棒了。我最后一次见他大概是在02是0几我都忘了。有一次我回天津这个有一个叫中华曲苑的一个小剧场，坐满了能有个100多人100-200人那个老剧场，我打那儿过，我看他们在这儿有冯宝华先生，我上后台去，我说师爷您挺好的，我挺好的。哎呀，小子，我有日子没看见你了啊！一会儿你在台上你得演一个呀。我说好，演一个。没有5分钟，那后台有一个演员站那儿，咱们这个后台有规定啊，外来的演员不能随便就演一个呀。其实我是从这儿路过，老头那么一说，人家我是觉得一客气啊。但是他这句话一说呢，我印象特别深。就冯先生站那儿，老头就愣那儿了，就那么一个老实的人，就来这么一句。当时就特别尴尬的就站在那儿了，就整个的特别气氛极其尴尬，
哎呦，我心里可难受了。我说师爷，我说待不住，我有事儿，我得赶紧走啊！我就不麻烦您了，我就走了啊！这印象特别深，那是最后一次见冯师爷。哎呀，这老头也都没了啊！愿一切安好吧啊！这就是那句老话：要知山下路，问我过来人。啊，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你就等着我以后上岁数，我180岁了，我都把他们都写下来啊！哎，好人我也都写下来，那个我也都写下来。到180了，咱也不怕得罪人了啊！我写上谁说的，姓什么叫什么，小名叫什么。闲话少说，书归正传。那也得这样。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呢？哎，值得表扬啊！这就比刚才说的奇迹多了啊！接着讲汉家天下。何进呐，挺生气，因为进宫呢差点人给撂在那儿。这回来之后，哎呀，都跟我走，咱们打架去。去到那儿，咱们摁住了就给他们放血啊！旁边有人站起来，我反对。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儿，谁呢？曹操。曹操那会儿还不是后来您想象那个状态的曹操了，这会儿刚30出头啊！你看了这么些人，都说对，咱们走，这赶紧啊，这就拿棍子、拿刀啊、拿板凳，咱们打架去。唯独曹操冷静，成大事者必须如此啊！啊！处热闹场中而面冷冷者，此其人必大不反也。就这8个人坐一块喝酒，一个个喝的都那个似的，有一个人他没有钱买酒。哎，这是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啊。我之前我跟他们开玩笑，就这样，好多人跟我聊天，跟我辩论某件事情。啊，说到最后，有一哥们儿，我告诉你，郭德纲现在就是普天皆醉。我说就是你没钱买酒，噎着他个儿搂个儿搂的。但是曹操确实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啊！他小的时候，他有一个叔叔不爱看他，这个家里很正常啊，经常是舅舅不爱看谁，谁不爱看谁，很正常。他有一叔叔就不爱看他。没事呢，还老上他父亲那儿啊举报去啊。他爸爸叫曹嵩嘛，啊，哎，这不行，这个了，那个这个不听话了啊，怎么样，老举报去。他呢挺恨他这叔叔，想一主意，走到马路上看见他叔叔了，啊，叔叔这一过来，他这叔叔您好，说了声您好，紧跟着咣叽一下，口吐白沫躺地下了。吓他叔叔一跳，怎么了？我这中风了，给他叔叔吓坏了，赶紧扶着起来，打磨头，快歇着，啊！完事呢，上他爸那儿给孩子看病啊，怎么了？中风啊？没听说呀。转天他爸爸看见了，你怎么了？很好啊。来3回，他叔叔再说什么，他爸也不信了，啊，诈骗犯。说我儿子中风，你看我儿子还能大跳呢，啊！你说他那么小，他就那么聪明。包括到后来，举了孝廉，做了官之后，他这个脑子跟别人都不一样。你比如说，他做这个大洛阳北都尉的时候，官不大，就是相当于刘皇叔在安喜县那个身份，啊，咱们简单的说就是，比如说就相当于县公安局局长，就类似这个身份。但是刘备呢也跟他这都难受，为什么呢？刘备在安喜县，穷乡僻壤、野店荒村，在那儿谁怕你呀，对不对？所以那个官不好干。曹操这官也不好干，在首都，对不对？在这儿也是如此啊，你敢管谁呀？毛病就在这儿了。哎，但是他聪明，让人呢打造了10几条五色棒。看电视剧、看电影，官一升堂，那衙役们拿了个棒子，哎，他那个特意弄的五色棒，
啊，就挺好看的，各种颜色，一段一段的，拿着这个，晚上什么茶街啊、茶叶啊，拿这个打那些个犯禁的人。晚上逮着一个，这主啊喝了醉酒不行了，还拿着把刀满大街溜达，没人敢管，抓他，抓了一问，好家伙，他有一侄子厉害，侄子叫简硕，就是憋着杀何进这位，这是他叔叫简图，啊，我喝酒了，啊，我是犯禁了，我还拿着刀呢，你能把我怎么样？曹操说：“那好啊，来呀，力毙帐下。”就拿那五色棍打，活活打死，转天就上热搜了。啊，曹操打死简硕之叔父，与宦官划清界限，这一下就红起来了，知名度就上去了啊。后来那五色棒这为什么理发店都买走了，搁门口转去呢？有脑子，聪明，所以今天他站起来告诉何进：“我反对。”啊，说你说这个是该杀，但是宦官势力太大，而且办事咱们得周到，你要走漏了风声，对咱们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咱们得想办法。何进根本就不听啊，如黄口小儿，安知国家大事？没看得起他，30出头，你懂个六啊你啊！就这会儿功夫，门口来报，说潘隐来了。各位，潘隐还记得吗？在宫门口挤鼻弄眼那个，哎，潘隐来了。这一进门慌慌张张啊！我这个有正事，快说什么事儿？皇上驾崩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要不说天下大事啊，它跟电视剧是一样的呢。你看，就这么会儿功夫，皇上死了。何进说：“各位看看怎么样？这会儿功夫，他们把皇上架出去给崩了啊！”哎，这战争题材看多了啊，驾崩啊，皇上去世了，属于这个汉灵帝的时代结束了啊，东汉开始越来越乱了，天下事就是如此吗？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何进的面前，天子驾崩，你又当如何？这个时候，曹操刚才你看何进同这么些人啊，没鼻子带脸的，黄口小儿，安知国家大事？你这个你那个，你爷爷是太监，你这都说了啊，都说完了啊。曹操没往心里去，成大事者还在乎你这个吗？但是这个时候关键时刻得给他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呢？用白话来说，曹操告诉何进，就是现在情况到了最紧急的时刻了，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把小皇上扶到正位，然后咱们再杀人，对不对啊？太对了。你现在咱们去啊，打架去，咱们去骂他，啐他一脸唾沫，把他们家玻璃都砸了，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干事儿从根儿上干，你得说你的目的是什么。天子驾崩，国家不能没有主啊。好，先扶起一个主来，这是皇上。再干什么，咱们往下顺着走，那是之后的事儿。好。哎，何进还真听了，带着人呢，他有兵啊，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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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进了宫了。就在陵前，把这个刘辩立起来了。啊，自个儿妹妹生的这个就是当今的天子。小孩还不知怎么回事呢，他爸爸刚死，这正哭得不行了，又来一帮人给您道喜。啊，这皇家的事情也原本如此，啊，大伙儿又跪着就给他磕头，他算是当了皇上了。但是这个事情不算完呢，为什么呢？他还有个弟弟呢，刘协呀。刘协的背后是董太后啊，
然后你以为你这儿当皇上了啊？你们这阵儿耀武扬威，执掌天下就完了，人家怎么办呢？对不对呀？人家这边也得琢磨呀。哎，怎么办呢？得找明白人问问呢。老太后说：“问谁呀？那问十常侍呗。”这个十常侍最坏，他哪边都吃啊。谁出主意他都啊，对对对，谁找帮忙他都管。他其实是考虑的自身啊。您说怎么着？老太后说：“您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啊，你给出一主意吧。”十常侍给出主意，不要紧的。那个不当皇上了吗？这个最次得是个王爷，给他立成王爷。您呢，垂帘听政，好不好？哎，然后您娘家还有哥哥呢，您那哥哥封一个大官儿，啊，骠骑大将军，封一官儿，让他手里有兵权，然后您再重用我们。老太太那最好骗了，忒好了啊！好，都照你们说的办啊！就给这刘协封了一个陈留王。这两位刘家大少，算是都有了工作了啊。现在的工作安排，一个是做皇帝，一个是扮演陈留王。目前的角色划分是这个样子的，啊，等之后再调整，咱们再说。这紧跟着又给董太后家里那娘家哥哥封了官了，哎，印玺也送去了，公文送去了，大将军了，挺好。老太太要垂帘听政，她想的很简单，哎，跟西太后似的，各位啊，她坐在后边一叼烟卷啊，前面坐一小皇上，14岁的孩子，他懂个六啊，他不得我说什么是什么吧，对吧？文武群臣底下一跪，我在后边幕后实际操纵者。皇上做好了，有什么事不得问我吗？还得回头问我中午咱吃什么呀，对吧？我告诉他炒什么菜，他炒什么菜啊？想得很好。有人不开心，谁呢？何皇后。怎么就得你垂帘听政呢？列位想都能想得出来呀。但是这也不能朝堂上弄8个帘子坐8个妇女的后头啊，那就成戏园子了呀。弄8个包厢管什么用啊？是不是啊？怎么办呢？娘俩又吃顿饭，倒霉就倒霉这顿饭上了。何皇后这心里边啊难受，这不行啊！请老太后吃顿饭吧，我们娘俩得聊一聊吧。老太后就来了啊！一听说有饭就去了，摆上吧，哎，4个凉的，4个热的，烤的串儿、腰子，哎，打卤、炸酱、鸡蛋、西红柿，煮的面，宽条的、细条的，娘俩坐着包着蒜啊。我倒不是说那个愿意吃面啊，关键是给大伙儿营造一个生活的氛围，您更能接受得了《三国演义》。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跟您这儿背《三国志》的原文也没有意义。您各位都比我水平高啊！吃饭不是目的，吃饭为了说事儿，谁还差这顿饭呢？对不对呀？酒席宴前，何皇后就劝自己的婆婆：“您不要垂帘听政，咱们是妇道人家，好好过日子，看孩子上学，以后长大了娶媳妇儿，好好的。”就挺好啊！您之前的那个，您想的太多了，哎，婆婆呀，您草率了，哎，她是想这么劝她。这个老太太也是啊，也是这些日子压的邪火，听完这些个话，勃然大怒。什么意思？翻脸了啊！我就不把它翻译的特别通俗了啊，因为怕有碍播出。大致意思就是你闭嘴啊，屠沽小儿。什么叫屠沽小儿？你们家杀猪的，国家大事用得着你吗？老太太想干嘛就干嘛。列位，话到舌尖要留半句，
有天大的火你也得劝着点自己呀。当时挺痛快，这一辈子的高光时刻就过去了。可不就这个呗？你也骂了街了啊，也翻了脸了啊，就回去吧，饭也别吃了，面也别煮了，蒜也白包了。老太太回去了啊，何皇后那不吃吧，叫自己哥哥来吧，叫何进来。骂了我了，哦，怎么回事啊？汤一说啊，那个简单，那不要紧的啊，能设计，天下都是人家的，这还用设计吗？对吧？转过天来，小皇上跟这儿登殿，哎，这儿刚做好了，大臣里边有人就递上本章来了。谁递的本章，历史上没说，也不用说，无论是哪位都可以啊。本章说什么意思呢？说董太后啊，这董太后不适合在皇宫住，这损了这个啊。理由是什么呢？说她原来啊是在河间国住，河间国各位还记得吧？河北申州吃蜜桃那个地儿，这个灵帝不就是从那儿娶过来的吗？哎，为什么娶她？也是因为他们娘家之间有关系。这董太后也是从那儿来的，啊，说她是那儿的人，她现在应该回那儿去。什么时候走？现在。哎，你可这玩意儿啊！金殿上大将军何进一看，好，准奏，请太后搬家。狠呐，那是你不狠，他就狠了。马上有人就到后边去啊，太后归置吧，搬家公司的人都来了。啊，请太后搬家。老太后也傻了，吃顿面怎么就这么大的祸呀？不去，当时就死，收拾吧。归置，派人给老太太送到吃桃那儿去了。说这儿还有人呢，他有一娘家哥哥呢，昨天刚封的大将军。哦，好，跟他说封错了，让他把那印交回来。这国家大事有时候跟那小孩过家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当时派人去兵困将军府，有人进去说一声：“哎，封错了啊！”之前的公文、令箭、印信全拿出来。这时候也明白，哦，好，不费劲，抻出宝剑来，刺儿把自个儿挠死了。啊，这阵儿就算拉倒了。到当年6月份，又打发人到河间找董老太太吃顿饭，酒里边下毒，把董太后毒死了。这一针算是彻底消停啊！我说的这些，各位您可得记着点啊，因为你要听明白之后才知道后边这些事情为什么接二连三的是这么处理的。他把这一针铲干净了，接下来何进这个势力可就大了，全是人家的了，想怎样就怎样。有个词儿叫权倾朝野，说的就是他，那真是天天的横着走道啊，自己都不知道我吃点什么好了呢，心情太愉悦了。哎呦，从上到下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儿，但是谁看他不顺眼呢？时常是他们两者之间是互相看着不顺眼。哎，你憋着弄我，我也憋着弄你。时常是心说这可坏了，现如今朝里边他一枝独大呀，而且要照这样发展，某一天他要是一翻脸想弄我们，那不是假的一样吗？我们不能让他弄啊，怎么办？就开始要明争暗斗。何进想的是怎么去这个时常侍，时常侍想的是怎么把何进弄死。哎呦，互相斗智斗勇。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袁绍啊给出了个主意，说现如今呐，时常侍啊为非作歹，年头太久了，不能留他，但是怎么去他是个事儿。那您有什么想法吗？何进根本都没往心里去啊，这你怎么回事？不是就说这时常侍怎么能把他除了呀？
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吗？商量吧。这一商量，商量出一个主意来，说咱们呐招天下的英雄，全来，让他们来把十常侍弄死。何进挺高兴，我这主意多棒！旁边曹操站起来了，我反对。怎么呢？曹操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要招天下的英雄，你告诉我天下什么英雄？啊，我招这个各地方的诸侯、各地方官，谁都可以来到这儿来一块儿来上。哎呀，曹操心说混蛋呐，混蛋加3级，混蛋出了圈了，你让他们来，他们就回不去了呀。杀几个太监还不容易吗？你实在不方便明着来，暗着咱找几个流氓也能干了这事儿啊！你非得那样做，那哪成啊？苦口婆心的就劝他呀，此事万万不可。何进不听，那意思天下都是我的了，难道说还能有什么我做不到的事情吗？说什么也不听。曹操打这屋往外一走，一跺脚，乱天下者，必何进也。什么意思啊？大汉江山倒霉就倒霉你身上了。说的对吗？说的特别对。如果控制住了何进的这个想法，大汉江山再延续几十年，如果再好多上百年，那是不成问题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没拦住。当然了，历史不能往回走，故事就是这么设计的啊！何进高兴了，就这么办，来吧。那么天下英雄多了，咱们调谁进京呢？想来想去，我呀先调一个人，这是个大大的英雄，他的名字叫董卓。